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火仔动漫和响指动漫联名推出的这款机甲忍者神龟合金成品的玩具。之前我们有玩过第一款的莱奥纳多啊，这回第二座米开朗基罗的样板也到了。这里也是感谢淘宝店铺小蜜蜂小王子的样品提供。因为是评测件阶段的东西，所以实际素质还是要以大货为准的。可能在大货产品出来的时候，在一些细节的地方还有修改吧。上一款莱奥纳多的实际素质，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相当扎实的做工，以及身上的合金骨架，拿起来非常的有分量。这回米开朗基罗最大的不同啊，头雕的风格。首先这一头柔软的脏辫，这些都是软胶的材质制作出来的。手感很不错，也不用担心损坏，而且黄色的透明墨镜戴上，卡在这里。另外头上还有一个耳机，往这一掐，也是挺结实的，基本上不会掉下来。脖子可以这样伸长一些，嘴巴也能打开。跟上一款莱昂纳多相同，头部里边也是可以安装电池发光的。开关磁吸式的，用了1/4块的披萨来做触发媒介，触碰一下发光。哇，这个灯泡的亮度还可以啊，透过这个眼镜也能很明显的感受出来。再碰一下，就会变成呼吸灯，还挺帅的。那再碰一下就关闭了。头部里边也是安装2枚 LR621的电池，需要自行购买。胸口这块深色的装甲可以打开，里边是加特林。包装里同样会带黑色和透明绿色的2套板件，也是可以最后拼出来小小的神龟车，上面还有每个小人物以及驾驶的造型。我们已经把这个绿的剪下来了，同第一款一样，炸开龟壳上的装甲，把小的驾驶员塞进驾驶室里。坐在里边。造型还不错啊，所以这一套的设定就是这些忍者神龟驾驶的巨型机甲。把它旋转一下，舱门关闭，接着舱盖关闭，装甲归位。锁起来，哇，驾驶员非常安全。肩甲这里可以进行上抬打开，根部这里平举。也举到挺高的幅度啊，前后可以拉出来进行蝴蝶关节的活动。这根部是一个双段的关节啊，肩膀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二头肌可以旋转，这些关节都挺紧实的。胳膊肘屈臂的同时，后边这里会有一个真实的液压联动，同时肘部的装甲还会有2次的联动效果，屈臂也差不多能折到120-130度。非常漂亮啊，这种联动的效果。手腕可以旋转，手掌根部这里还有一段向上翻折的关节，作为辅助的活动。全指可动的手，虽然只有3个手指头啊，乌龟嘛。胸部在活动的时候，记得先把前方的这个盖子抠开，再进行2段式的弯腰，这样就不会阻碍到了，而且里边都是有合金的骨架的。同时在弯腰的过程中，后背的这个龟壳也可以往下贴合，让这个腰部的曲线弯下来的时候和背部这里过渡很自然，就不会跟这么翘着个边了。同时我们把龟壳摘掉，腰部这里还有这种脊椎的刻画，效果很不错。上段关节可以实现左右的小幅度摆胸，腰部可以左右旋转一点点，幅度不大，大概左右30多度吧。胯部这里用 C 型咬扣锁着双节棍，中间这里是合金的锁链，通过掌心的这个斜插扣就可以固定了，插的还是很稳定的。因为胸甲的这个造型，也可以把双节棍的另一头夹在腋下，实现出来经典的李小龙姿势。胯部关节前踢可以踢到90度平，后踢差不多在45度左右。根部这里并没有齿轮关节，但是非常的紧实。侧踢摘掉双节棍以后，基本上也能踢平。大腿根部左右有旋转，膝盖活动时候的一些联动效果啊。首先，膝盖这里是合金的双段关节，在上边的这一段旋转的过程中，大腿甲是跟着可以滑动下来的。
前方的这一块里边的双关节也可以进行上下的调整。小腿肚和膝关节上方内窝这里也有不错的镀的金色的造型。在下边的这些关节活动的时候，膝盖夹也可以跟着翻折卷过来，所以膝盖的可动幅度也在135度左右。哇，这种联动的感觉特别的带感，感觉所有的装甲都在跟着动啊，就特别的爽。这也是成品合金机甲的魅力之一。而且看这里边都是大合金块的骨架，所以分量十足。脚踝左右整脚面的接地，前后也可以活动。脚掌独立的一段关节，另外脚趾头前两根还有独立的活动。所以良好的可动实现给 FC 时代经典的必杀技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腿部后边的这一块过于的重啊，这一块支撑起来肯定是差了些意思的。小时候和朋友一起玩的时候，特别不愿意选这老三啊，就感觉咋说呢，双节棍是挺帅的，但这个必杀技很难操控。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选莱昂纳多或者拉斐尔啊，那个电钻头很好用。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兔子蹬鹰，着实落点三角式跳跃落点很难把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掉沟里了。然后来看配件的互动，首先背包中间的这个架子连接器是一个大的合金块，拿起来非常的有分量，而且稳定性特别的强。背后这里插着两个榴弹炮啊，是可以拔下来的，但是它并不能握在手上，我并没有找到握把的部位啊。中间榴弹炮的上弹这块也是可以旋转的。安插的时候，我们拉起来乌龟盖子上方边缘的这块零件，这玩意儿也是个合金的，把背包中间的这一片插进去，好，就可以固定起来了，相当的稳定。然后是两枚巨大的巡航导弹，拔下来它，造型刻画什么的相当不错啊。上面的文字印刷，而且前方这里可以抠出来4个小翅膀，哇，这玩意儿发射出去，唰，挺帅的，这玩意儿大核弹。也有不同的搭载位置啊，你可以直接插在后背的这个架子上，放在后背这样处理，也可以插到手臂上的另外的一个架子。抠开手臂下方堵孔的盖板，一个和后方的孔连接，另外的一个做成了握把，扣在手里，也可以操作它的发射。哇，火力瞬间开始越来越猛了。2组弹幕包，盖子可以抠开，哇，里边的弹头都有涂装的刻画。根部的这些连接位置也是用合金零件和尼龙件穿插着来的。通过龟壳侧面的这个卡扣插上，哎，肩部的弹幕发射组，哦呀，越来越猛了啊！这还没有完，继续，还有2组诱导导弹。这里有一个开关，抠一下，嘣儿，这3粒就可以顶出来。这玩意儿是真的有单独的弹头的，但是可惜这个力度啊，它不能把它直接弹射飞出去啊，只是把它跟这么哐仓顶起来。哎，不过有细节也不错了。安插的位置，抠开小腿侧面这里的盖板，露出孔位，把它插腿上。好的，现在已经是这样的效果了。完了吗？还没完！米开朗基罗最具特色的武器加特林，还是双管的，这2个大的弹鼓，前面的转轮，这个地方是可以旋转的，但是特别提醒，千万不要手动去转它，这里边是有电机的。安装电池啊，在下方这里，抠开这个盖子。这里边装着3粒纽扣电池，说明书上面写着让你装 LR1130，其实这个型号挺不好找的。后来我是用了3粒 LR44，哎，就可以了，也能装上去，也能触发，没啥问题。和手臂上的大巡航导弹一样，我们把这2个扣子插上，同样也是靠磁吸控制的开关，依旧用到了这半块披萨。
一碰，哇，它自动就转起来了，这个太帅了。再接触一下就关掉了。所以最终全武器搭载以后的效果，哇，这个米开朗基罗一个人放在这里就是一部超级巨大的战争机器，火力太猛了，而且造型来说也是非常帅的。这大加特林玩点多带感，这突起来嘟的，莫兰火，我操，太猛了，太猛了！我们也是把之前的莱昂纳多拿出来摆在一起同框一下，看看效果。哇，这两只巨大的合金乌龟机甲摆在一起，气势非常的足啊！莱昂纳多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负责近战和守卫，身上的刀比较多啊，还有一个巨大的盾牌，虽然也有一些远程的火力输出，但它是作为突击使用的，而真正起到火力压制的是米开朗基罗。哇，这个光远程站在那里，这些炮火就可以把对面的敌人全部覆盖了，非常猛的一对组合。我也是期待着后续的2款神龟的机甲做出来以后会有一个怎样的素质，以及后边的设定概念里边会有小队里边怎样的一些表现。整体来说，这2款产品的素质都奇高无比，可以说如今的合金成品国模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不论是做工、用料、涂装、造型的设计，以及一些联动的细节刻画，还有丰富的武器搭载的系统，其实都让这款产品体现出非常高的素质。再加上这整个系列都是获得了 Nickelodeon 的正版授权和丰富的美型概念之下，而价格方面却只来到了800到900块的这么一个价格区间，在1000元以下的成品合金国模领域，尤其是有正版授权的，这个素质可以说也是第一梯队了，相当的不错啊。所以就目前的2款成员对比来看的话，它并不是那种很简单的直接重涂加一些武装就给你当成新货来出，真的是有独立的设计，每一个角色身上的这些所有的装甲符合这一套机甲设定的这些元素来重新塑造。总的来说，这个系列真的非常推荐，相当的香。而且我看他的微博上面还公布了后续的老鼠老师和女记者埃普利尔的一些机甲设定概念图。那其实这个系列应该铺的还是蛮大的，也是想着把这些角色都这种机甲化出来，我觉得也是挺酷的吧。那么得嘞，这一套火仔动漫、响指动漫联名推出的忍者神龟米开朗基罗就是这样了。